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革命就是快速打破旧秩序，就是痛苦和机遇并存的混乱。在川普革命中，第一个倒下的物价，竟然是数十年坚挺的美国首都 DC 地区的房价。马斯克的 Doge 团队用了2个星期就推出了 Doge 的官方政府网站，可能创下了美国官方信息网站发布时间最短的记录。目前Doge这个简单的网站清楚列出了Doge要出手针对的3个主要目标：第一，节省政府开支；第二，削减法规条例；第三，减少政府雇员。其中第3个目标，减少政府雇员，成为重中之重，因为它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必经之路。根据Doge网站上的数据，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正式员工是225万人，分别在16000个不同的联邦部门工作，每年的工资总数是2100多亿美元。同时，川普第2任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排空 DC 深层政府这个沼泽。川普第1任的教训让他深刻体会到，他必须对目前的联邦政府的雇员大换血。因此，从他进入白宫的第1天，他的团队就和现有政府雇员进入了一种宣战的状态。一系列快速减少联邦雇员的措施相继出台。川普政府在第一时间就面向政府雇员推出了一个自愿离职补偿方案，向同意离职的雇员提供相当于8个月薪水的离职金，这创造了联邦政府历史上最慷慨的买断条件。截止2月14日，已有75000人接受了这个方案，占符合条件雇员总数的 4%， 其中 62% 是55岁以上临近退休的人员。另外，截止2月14日，已有14个联邦部门启动裁员程序，其中退伍军人事务部作为首批实施机构，已经解雇了1000余名从事非必要服务的试用期员工。林业局的3400名新进员工被集体解雇，疾控中心1300名科研人员离职，环境保护局的388名环境监察员被裁。国税局计划在下周启动的裁员可能涉及5000个岗位。2月14日，川普政府统一要求联邦机构解雇几乎所有试用期的员工，这可能会影响到各联邦机构中约22万名试用期员工，而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一切才是刚刚开始。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这只是一串串数字。对于那些了解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的人，从理性上也知道过去的这种状态不可持续，目前这种痛苦不可回避。但另一方面，这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真实的家庭。众多 DC 周边家庭的生活在一夜之间就被掀了个底朝天。政府职位在全世界范围都是铁饭碗的代名词，美国联邦政府职位也是。在历次经济危机中，其他地区都出现过大量裁员，随后引发房价暴跌的情况，而 DC 周边因为政府职位的稳定，房价持续坚挺，而且在 DC 周围还有大量依靠政府拨款生活的智库、非政府机构和给政府提供服务的小公司，因为他们资金来源于旱涝保收的财政，通常也不受社会经济周期的影响，因此这些人也成为支撑 DC 周边经济和房价稳定的因素。2月14日中午，一个网友在 X 平台发布了 DC 周边地区最近新上市房源状态的地图，画面显示，在过去几周 DC 地区上市待售的新房源数量激增。2月14日晚上，另一个网友在 X 平台上又贴出了一个过去10多年 DC 房屋估算的中位值曲线。曲线显示，在短短2周多的时间中， DC 房价的中值就从90多万美元直线暴跌到约75万美元，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据报道，马斯克的Doge团队在政府裁员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首先，他们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开发了一个星链人事分析系统，对225万联邦雇员的职位的必要性进行了量化评分。根据评分，他们把这200多万的岗位划分为3大类。第一类是
关键运营岗位，占总岗位数量的27%。第二类辅助支持岗位占比43%。第三类勇于职能岗位占比30%。显然，第三类岗位会成为首轮裁员的重点目标。目前 Doge 已经进驻16个联邦机构，直接访问这些机构的人事和财务数据库。他们正在利用一系列数据和技术分析原则，做出大规模裁员的抉择。例如，据报道，他们在国税局利用 AI 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分析了过去5年国税局的审计记录，创建了一个专门识别低效审计员的 AI 决策模型。很多人推测，最近国税局启动的针对5000人的裁员计划，大概率是基于对很多审计员的 AI 大数据分析做出的抉择。现在很多人都在问，马斯克的 Doge 下一步还会出什么大招？多数人的明天是他昨天和今天的延续，因此要预测一个人明天会干什么，最好的办法是去看他在过去类似情况下是如何做的。马斯克2022年收购推特后，我就开始紧密跟踪马斯克对推特的一系列颠覆性的操作。作家埃森克森在2023年9月发表的马斯克的传记一经推出就长期霸占美国畅销书榜。我抽空把这本书读了2遍，书中详细描述了马斯克收购和大量裁员改革推特的整个过程，对比他的团队目前针对联邦政府的裁员决策过程，我感觉两者之间存在大量的神似之处。因此，我结合马斯克的传记和其他相关报道，把他改造推特的过程整理成一个系列故事，一共4集。我会在新开的杰森新闻快递频道推出这个系列故事，其中的第1期节目会在这个节目结束后马上播出，链接会在描述栏中，剩下3期会在下周的1、3、5晚上10点陆续播出。希望大家看完这期节目后前往杰森新闻快递收看。从宏观的角度看，马斯克的Doge团队是在川普的全力支持下，在重塑一个高效的美国政府。要想实现美国的中兴计划，马斯克Doge团队所做的事情绝对是不可回避的。但是从微观的角度看，马斯克Doge团队跑到各个部门去精细查账和做大数据分析，这样的事情还不仅仅是砸人家饭碗的事情，甚至可能是能把一些人送入监狱的事情。因此，川普、马斯克和Doge团队一定会被很多人恨。根据谷歌搜索趋势数据显示，有人发现 DC 地区在谷歌上搜律师这个词的数量在过去几周暴涨了400%。可以猜测，这里面很多人可能是在为自己找辩护律师，也有很多是在为自己寻找起诉律师。因此，目前大量针对川普和马斯克的Doge团队的法律诉讼，也就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期节目详细介绍了川普团队对Doge的奇妙司法设计。正是这个司法设计，让针对Doge的司法进攻，要么是快速溃败，要么必须用一种不讲理的、难看的姿势勉强维持。2月14日深夜，DC 特区资深法官贝茨就一些工会和非营利组织提出的要求联邦法庭发出禁令，禁止Doge查阅3个联邦机构的敏感数据的这个请求，做出了裁决。贝茨宣布驳回这些组织的请求，表示马斯克的Doge团队可以继续访问这些联邦机构的敏感数据。马斯克在深夜10点多第一时间在 X 上发帖庆祝他团队的这个司法胜利。诉讼中涉及的3个联邦机构分别是劳工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以及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法官的判决书显示，这个裁决的核心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Doge是否有权把他的人派遣到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作为这个部门的雇员，合法访问这个部门的敏感数据。也有这个权利，Doge就必须在法律意义上被定义为一个政府机构。我在上期节目中讲的川普政府对Doge团队的司法布局，在这个时刻就起了关键作用。那个布局让起诉方在这一点上很难拿出有道理的论据，因此贝茨法官不得不驳回他们的司法请求。在司法上有备而来，
而且时刻准备进行司法反攻，这是这一次川普政府和他的第一届政府最大的不同点之一。2月12日，刚刚正式就职1个星期的川普政府的新司法部长邦迪就宣布了司法部对纽约州、纽约州长和纽约总检察长的起诉。这个诉讼挑战纽约州的绿灯法，这个绿灯法允许非法移民在纽约州获得驾照，而且限制移民局查纽约的车辆和司机数据。邦迪的司法部声称，纽约州的这个绿灯法违反了美国宪法，妨碍了联邦政府的移民执法工作。而在这之前的几天，司法部才刚刚起诉了芝加哥市，指控芝加哥市对非法移民的庇护法，造成联邦政府没法执行联邦移民法。这是川普政府针对左派主导的庇护非法移民地区的一系列强有力的司法反攻的一部分。2020年，在川普第一任结束前，当时他的司法部也就非法移民问题和纽约州有过一次司法斗争，但是经过短暂的司法交锋后，那时的司法部就偃旗息鼓了。这次在邦迪的领导下，新的司法部展现出一副完全不同的战斗决心，在川普上任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全力出击，这种气势对很多左派主导的州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最近，左派主导的加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个针对川普政府的法案，明文禁止加州的监狱和联邦移民机构合作。有消息说，加州左派州长纽森有可能会否决这个法案，拒绝签署这个法案为正式的法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纽森不想让加州成为川普司法部的下一个目标，陷入这种艰难的司法缠斗中。目前川普掀起的这一场川普革命还不仅仅局限在对美国国内的变革，这场变革也在以惊人的速度重新塑造着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新格局。2月13日，川普大笔一挥签署了一个新的行政令，表示美国从此会给世界各国实施所谓的对等关税政策。从4月1日起，美国对每个国家征收的关税会和这个国家对美国类似商品征收的关税相匹配，你征我多少关税，我就征你多少关税。这个政策预计会影响到来自186个国家的17000多个商品类别的相关关税，其中预计对中国、日本、韩国和多个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影响尤为重大。表面看，这是川普在过去1个多月中签署的众多行政令中的一个，但是就是这个行政令，它正式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宣告那个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崩溃，宣告那个全球化时代的寿终正寝。2战后，美国开创了当前的全球化时代，现在又是美国的川普政府给这个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川普为什么要做出这个抉择？因为他清楚地看到，这个全球化的结果，他掏空了美国的实力，壮大了中共这样的强权政府，养肥了没有国家概念的一群世界精英。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学者会把经济和股市的红火描绘为国家经济强大，却忽略了商品具体是在哪个国家生产的现实问题。在全球化中，股市的激励机制逼迫跨国公司把实体产业搬到成本更低的地区，掏空美国制造业的结果是把美国变成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美国极度羸弱的本土制造业在过去5年被清晰展现出来。疫情中，美国依赖中国的产业链全面崩溃，造成美国物价疯涨。一个地区性的乌克兰战争就打光了美国所有可以调配的炮弹，而美国全国的炮弹生产能力连乌克兰一个战场都供应不上。中国制造军舰的速度全面碾压美国，造成美国海军对进行任何形式的长期消耗战都毫无信心。美国在2战敢于2线同时作战，同时对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盟军全面武器输送，依靠的就是美国当时独步天下的制造业产能。是强大的制造业让美国打赢了2战，成就了2战后的世界新秩序。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实力才是硬道理，
其他都是浮云。川普非常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目前他在全世界用各种方式挥舞关税这个大棒，核心目的就一个：充分利用目前美国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的地位，努力把全球制造业驱赶到美国本土，用边境问题向加拿大和墨西哥增加关税，告诉台湾芯片企业要么到美国生产，要么要被征高关税。现在又用对等关税的说法调整和全世界186个国家的关税。其实这些都是手段，也只是个开始。就在他最新签署的对等关税行政令中，就包含了大量的措辞，暗示以后如果需要，他会用其他借口向某些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他的最终目的就一个：逼迫众多企业到美国本土来生产。川普除了想打破目前全球化的贸易，也非常清晰地展现出他要把美国的军事战略重心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从欧洲转向亚洲的这个大思路。在川普眼里，欧洲就是一群扶不起大斗、不知感恩的白眼狼。美国的军事支出占整个北约军事支出的70%，到头来欧洲还把美国当傻瓜，处处占美国的便宜。2月14日，在德国慕尼黑的一个安全会议上，副总统万斯针对欧洲各国的言论自由和移民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对欧洲民主政体的最大威胁来自欧洲内部，而不是外部，呼吁欧洲能够和美国共同捍卫西方文明，同时要求欧洲各国为自身防务承担更大责任。万斯敢于在国际舞台上发表如此犀利的演讲，事先绝对和川普达成了共识。2月12日，就俄乌停火问题，川普和普京打电话聊了1个多小时，两人从二战历史聊到现代理念，最后聊得意犹未尽，还约好到沙特见面当面聊。通话后，川普宣布由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3方参与的俄乌停火谈判将很快启动。虽然很多人为乌克兰战争终于出现停火的曙光而高兴，但是这个安排让中共和欧洲非常不爽，因为中共和欧盟都被排斥到了核心谈判圈之外。川普事后还表示，俄乌停火后，他会正式邀请俄罗斯重返G7会议。川普其实是一个只会玩阳谋的老头子，他所有的想法都会表达在表面上，邀请俄罗斯加入G7会议，而把中共排除在外。在俄罗斯与中共之间，谁是川普准备拉拢的对象，谁是川普认为美国最终的对手，不是很明显吗？川普当选后的一系列猛操作，立刻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这让在过去5年一直给世界指明方向的习近平非常没有存在感。而且川普的所有对外政策，我们前面也分析了，不管提没提中共的名字，其实都有针对中共的成分，这让习近平这边也没法再淡定了。2月14日，最会帮助中共透露中共内部消息的路透社报道说，据3位所谓的中共内部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计划下周和马云、马化腾等一众中国科技精英开座谈会，共商振兴民营经济的大计。这个报道让很多中国人兴奋，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的股价在14日下午在香港暴涨了 6%。 我这里劝那些大叫拐点要来的人，千万别太上头，把自己忽悠进去。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川普在美国的商人堆里找到了一个马斯克，这哥们儿又有才又拼命。在马斯克的扶持下，川普的第2任搞了个开门红。习近平可能因此也忽然想起来，我这儿有1、2个姓马的呀，把他们招来聊聊。但是马云、马化腾能和马斯克比吗？咱先不讨论他们的能力，我就问一句，习近平敢让马云进驻中共各大部委查账吗？川普可以让马斯克长期住在自己家里，两人成为忘年交，而中共和中国商人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主仆关系，这一点绝不会变。在这个前提下，其他一切都是妄念。我们还是回来聊美国，聊美国社会最近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现象，就是独立真相稀缺的问题。
川普重返白宫，在美国和世界引发一系列的巨变，这让支持川普的人高兴。川普和他的团队发布的每个消息都让人振奋。同时，我也看到一些反川普的人最近遇到了需要找心理医生的程度。我以前反复提到过一个人性的弱点，人的观念一旦形成，在情绪控制下，每个人都会主动寻找和转发符合自己观念的消息和观点。这样一来，就是开放的网络和媒体也会变成每个人自我观念的回声筒。各种被高度加工过的信息和观点会被快速传播，而原始的真相会变得越来越稀缺。举个我自己近期犯错的例子，我在2月1日的节目中引用了马斯克发的一个推文，在推文中他提到 USAID 的一笔荒谬的消费项目，就是美国居然花5000万美元用来给加沙地区购买避孕套。顺着这个消息，有人搬出数年前的新闻报道，说加沙巴勒斯坦人用避孕套做成炸弹气球，用来烧毁以色列的农庄和房屋，以此暗示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但是后来有人发现这条消息有问题。2月11日，马斯克在川普的白宫椭圆办公室开新闻发布会时，就有记者抓住这个机会质问他，说那个 USAID 的项目中的加沙不是中东的加沙地区，而是非洲莫桑比克的一个叫加沙的省，而那个送避孕套的项目是为了减少当地艾滋病的传播。要他现场更正他的说法，并问我们怎么才能相信你以后的说法呢？马斯克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坦然承认他此前的那个说法是不对的，而且承认斗着团队会犯错误。但是马斯克承诺，他们一旦发现错误，就会立刻纠正。我们在此前节目中提到，马斯克的斗着团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从浩如烟海的政府合同和数据库中挖掘出如此大量的惊人内幕。他们肯定是大量利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但是只要深入用过 AI 的人，都会有被 AI 生成的不实信息糊弄的经历。我在2年前有关现代 AI 技术的节目中就提到过这个埋藏在现代 AI 基因中的问题。因此，目前业界的共识是，对 AI 生成的重要结果需要进行人工核查。显然，马斯克的年轻团队在初期急于出结果的压力下，就忽略了人工复查这一步，而犯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低级错误。我本人倒不相信马斯克当初是有意在传播那个不实的信息，但是因为那个消息完全符合他当时的认知观念，因此在斗着团队核实事实前，他就选择了把那个消息公布出来。通过这件事情，马斯克可能也意识到了，斗着必须有一个正式的、有序的发布信息的渠道，而不是通过他在日理万机的闲暇间隙，根据团队报告给他的只言片语，把消息从 X 平台发出去。我们前面提到的斗着团队近期推出的官方网站，应该会是他们未来发表相关信息的一个更正式的渠道。出于同样的人性弱点，很多反川普的人也会在他们情绪的左右下，制造出许多混乱的信息和解读。我发现川普和他的团队无论发表什么消息和观点，都会有人出于各种原因，用一个蛊惑人心的视角，在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发布混淆视听的解读。在这个问题上，在川普团队针对俄罗斯停战谈判问题上显得尤其突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应该以什么条件停战的问题上，我发现很多人都根据自己对历史、对正义的解读，持有非常强烈的观点。与此同时，很多人对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有个先入为主的认识。2月12日，川普的新任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会议上，对乌克兰战争的前景发表了一个简单的演讲。随后，我就在 X 平台上看到多个大骂赫克塞斯和川普政府的帖子，说他们在向普京下跪，全面出卖乌克兰。为了搞清赫克塞斯到底说了什么，我把他讲话的视频拿来听了听，发现他主要表达了以下3个观点。第一，他认为乌克兰未来的边界不可能回到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之前的状况。第二，他认为
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不现实。第三，未来美军不会给乌克兰提供军事保护，这事应该是欧洲国家的责任，而且欧洲国家应该以非北约军事行动的方式来提供这种保护。我不认为赫克塞斯的这些说法有什么问题，也不认为这是川普对乌克兰的出卖。泽连斯基自己此前都暗示过，他对收回克里米亚半岛不抱希望。就是在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占领的乌东领土中，也有一部分顿巴斯地区在2022年前是不在乌克兰政府的控制中的。俄乌双方未来到底在哪里划边界线，川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这是双方以后谈判的内容。另外，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北约成员国不止美国一个，因此美国的观点不是阻挡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唯一障碍，而且北约条款中也不允许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加入北约。最后，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川普政府正在琢磨如何卸下欧洲这个包袱。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怎么会答应把自己又陷入乌克兰这个长期安全承诺中呢？还不光是社交平台上的个人，在他们的主观的正义感驱动下，对川普团队在俄乌停战问题上发表情绪化的解读，就连被很多人称为旧媒体天花板的《华尔街日报》也发表独家报道，明显扭曲副总统万斯的有关说法。2月14日，《华尔街日报》根据他们对万斯的采访，发表了一个独家报道，标题是“万斯以制裁和军事行动相威胁，推动普京达成乌克兰协议”。报道还说，万斯提到了美军进驻乌克兰的可能性，说这个说法和赫克塞斯最近在欧洲发表的讲话相矛盾。但是当大家把《华尔街日报》对万斯采访的原稿拿出来后，却通篇找不到万斯在任何地方用了军事行动这个词儿，而且也没说过美军可能在乌克兰驻军。和报道最相关的一个回答中，万斯的说法是，美方会推动俄罗斯认真谈判，必要时美国可以使用经济杠杆，当然也可能有军事杠杆。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和随后的讨论引发了俄罗斯那边的困扰，他们提出让川普政府具体解释军事行动或军事杠杆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万斯采访的原稿中，他明确表示，目前什么都没定，川普这边也会根据谈判的进展而调整态度。而且万斯还提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成功达成协议后，川普政府会重新设定和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目前被西方孤立，被迫成为中共的小伙伴，这不符合普京自身的利益。我发现，要真正了解事情的真相，直接去看原始的采访和讲话，远比从网络平台和媒体上读被别人过滤和处理过的信息更可靠。为了解决一些朋友因为语言的障碍而不方便直接看英文原始素材的问题，我会在我新开的副频道杰森新闻快递中，用中文口译的形式，在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原汁原味的新闻事件。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另外，也欢迎大家到杰森新闻快递频道去观看下一个节目。